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直播间解答您的情感困惑，更有机会连麦互动。好，先来认识下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大家好，我是于波红。人世间有很多东西都可以通过打拼而得到，但唯有爱情不可以。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大家好，我是严品红。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而柴米油盐才是一辈子的生活。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在这里跟大家说，爱人之前先爱己哦。大家好，我是曲伟。爱是信任自己，而不是控制对方。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有请各位。欢迎你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马先生34岁，来自山东，个体；王女士35岁，来自山东，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觉得你们的婚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我过得非常压抑，很窒息。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就是一个包装精美的骗局，像个母老虎一样，天天对我动手。他从来不跟我沟通，就知道骗我。和他结婚，你后悔吗？不后悔，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他不需要知道。后悔，因为他的所有骗局都让我揭穿了。哎呀，这谁先来说一说呀？今天是我想来的。我们两个的问题之前就像滚雪球一样，只是那个雪球还没有滚得那么大，直到2024年年底左右，整个就是雪球崩塌了。现在我们两个连最基本的沟通都成问题了。一开始相处的时候，那感情肯定是和睦点，但是慢慢通过这个相处之后，发现他这个人的脾气是越来越大了。你比如说，我和我朋友出去吃饭去，带上他有时候他一不合适，他就能把筷子一摔，碗一摔，直接扭头就走人了。是因为他每次跟他朋友出去吃饭哈，他从来没有询问过我的意见，只是说通知我了这件事，我今天晚上我必须得去。你为什么每次都跟我没有沟通？不是，你觉得不满意你就不去呗，你干嘛去了摔盘子摔碗呢？他不给我面子，他喜欢吃的东西我都不喜欢吃，而且就是说我还要看他们和他朋友的脸色。我请我朋友吃饭，那肯定依着朋友的口味来啊。如果都依着他的口味来的话，那朋友吃啥啊？这个摔盘子摔碗只有这一次吧？只有那一次。那还有其他？你说他脾气暴躁吗？还有就是平时娱乐的时候，你想打个牌啥的，他一急眼，他能把那个牌桌给掀了。他有时候挠我，弄得我身上全是伤，在朋友面前一点面子没有。在朋友面前挠你啊？对。他不提这一次打牌这个事，我还真的不生气。他可以让任何人，都是到了我就特别认真，特别严谨。我说那你不能让我一下吗？不能，就特别死板。我这脾气说实话也挺急的，然后那次我就和他急眼了。当着朋友的面就直接上手了，我确实没忍住那次。那咋收场的？多难看呀！那次的话，我确实掀了牌桌，我给他们道歉了，我觉得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他是道歉了，那道歉之后，朋友咋说？从背后说我在媳妇面前一点地位没有，整到我朋友现在不和我玩，或者和我玩说你别带你媳妇来了，你带来了玩也玩不开心，干啥也玩不开心。他经常跟你这个动手吗？差不多吧，反正只要是他脾气一上来开始动手，他有时候自己这个情绪上来了，他都能晕倒。自己晕倒？这晕倒这个事我要解释一下，上次是因为我们俩吵架了，我在不停的跟他输出，他躺那儿拿着手机一直在那看着这个手机，任何反应都没有。你们想想谁不生气啊？然后我就说那咱俩离婚吧。那正常来说，那你不得来个1-2个回合对吧？他说行，那就离吧。然后我说那你去打离婚协议。他说行，那我去打。然后他就把离婚协议打出来了，甚至在离婚协议上还标注房子怎么分，孩子怎么分。我当时我有点就是急火攻心，我就晕倒了。这个吵架生气其实不应该啊，咱好好沟通，但是也不能把媳妇儿气晕了呀。那也不能算是我都没听说过还能气晕了。他不
不仅把我气晕了，那天晚上的时候，他把我抢救过来之后，他咋抢救的？就按我人中，不停的拍我脸，扇我脸。慢点说，我怕你一会儿在这儿晕了。你确定是在抢救你？你是不是怕离婚？离婚给你急的。那天晚上他把我救过来之后，我说那我就走，那都晚上11、2点了，然后他没有任何挽留，也没有，我就故意把声音弄得很大嘛，穿衣服穿鞋哐啷哐啷的，我以为他会出来，就是说你别走了，这么晚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你要走就走吧，然后我就哐一摔门子我就走了，然后我就开着车都到高速路口了，我寻思也不来个电话，也不来个信息啊，对吧？那我自己再回去多没面子，然后我就给他发信息说，我说我没有钱加油了，你给我转100块钱，哎，啪100块钱转过来了。那你说我这是走还是不走呢？那走了没走啊？我最后我想了想，我为了我们家孩子怕醒了找不着我，我又回去了。哦，你俩每次吵架是当着孩子面吗？还是？没有没有，每次吵架都是等孩子睡着以后，后半夜吵。说明你俩还是有理智的吗？我回家晚，妻子到这一个程度，丈夫这么冷血冷漠。那也不能算是冷漠，那是因为白天我听到她给她朋友还有她那个啥闺蜜打电话，在那里说我父母这边的不好，天天照顾她照顾那个不到位，说我爸妈给她做饭不好吃，这难吃那难吃。你们这和父母一起生活吗？没有，当时我是剖腹产，刚生完孩子之后我还大出血，他父母过来就相当于照顾了几天。那你跟各位老师说，我当时输血在医院里输了多少？当时在医院输了两三千 cc 吧，应该是。对呀，我身体本来就很虚了，我不是那种就是人家一生完宝宝就有奶的那种体质。然后我多次跟我公公还有我婆婆说，你们给我做饭的时候不要整那些大汤的大油的，他们根本就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那时间长了，那我肯定生气呀，对吧？那他这个事儿，我和我父母也沟通过了。那父母60、70了，那做饭习惯都养成了，那慢慢改啊。那有时候父母做完饭了，带着去了，他在那个给我父母甩脸子，又说这不好吃那不好吃的。为啥对公公是因为我在我怀着我女儿的时候，我婆婆就是对各种亲朋好友就说，我儿媳妇怀的肯定是男孩，然后被子也是按小男孩的标准，衣服也是按小男孩的标准。我就觉得我婆婆这边有点重男轻女嘛。一开始我跟她说，她还不信。然后那时候我生完宝宝第2天，我当时身上插着各种管子呢。然后我婆婆进到病房说的第一句话是：“咱还可以生第2个。”那你让谁不生气呢？后来对孙女儿好吗？我觉得是一般，最基本的奶粉也不会喂，尿不湿也不会带，而且房间里现在多热呀！现在这个经济条件的话，孩子捂一身痱子。当时我不好意思怼他嘛，人家月嫂帮我怼了一句，还说人家月嫂就是心眼多，说人家月嫂不好。哦，那你这老公对孩子你满意吗？他对女儿的话，我感觉也一般。就是平时的话也没有任何陪伴。那我工作忙，我白天一早出去了，那晚上回来的话就12点多了，都睡了，怎么陪着姑娘一块玩？那孩子和你亲吗？见着我有时候脾气上来了，对我拳打脚踢的。你像有一次出去玩去，那孩子不让我在一个屋睡觉，小的时候那个晚上凌晨要喝奶嘛，那他喝奶醒了之后，看见我在床上，把我踹沙发上去。在沙发上还不愿意，那把我从房间赶出去，我后半夜从车上对我一宿睡的。你还好意思说孩子为啥不跟你亲？你从来不找你自己的原因。我们家女儿今年4岁了，她换过1次尿不湿吗？她喂过1次奶吗？而且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小的时候晚上就是整夜的哭，她抱过1次吗？她从来没有陪伴过，没有亲近过。我怎么陪孩子？我陪孩子的话就没人挣钱。你没周末吗？没休息日吗？那我之前的时候不是自己也有生意，做这个二手车嘛，这不是这2年经济不是特别好，平时没事开个网约车啥的，那一早出去，那晚上回来了，那孩子都睡了。那周末周天那孩子休息的时候，正好正忙的时候，陪的孩子也少点，但是我也是为这个家嘛。你钱都交是吧？反正大部分都得交，我自己就留个买烟吃饭的钱。哎，这个小片当中，妻子说，你觉得你丈夫有好多地方都在欺骗你、欺瞒你哈？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对，我怀疑他就是外面可能就是有小三儿了。哎呦，咱别说那么严重，先说你感觉到了什么或者发现了什么。就是也是因为他以这个网约车为借口嘛，经常就是以充电为理由，夜不归宿。从7点多开到晚上11、12点，多少小时了？开一天车那么累，晚上一充电充个1、2个小时、2、3个小时，
那玩着玩手机，那正好累了睡着了，那不很正常？也就那1、2次没回去，就1、2次，这个还能凑合接受。还有什么其他证据？还有就是他有2个微信，另外一个微信就是我通过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无意间知道的，而且他另外一个微信他是不让我加他的，而且他用另外一个微信给别的女的转过3000块钱，这个事你怎么解释？你怎么知道的？我偷看的呀。他没事他就翻微信看。你别避重就轻。你解释一下3000块钱。3000块钱去哪儿啊？给谁了？我不是做这个二手车生意，那给人转个钱很正常，那车款我给他解释过，他不信，他就是太多疑了。那你为啥要有2个微信号？有一个对你妻子不知道呢？你为什么要用那个特殊的微信号去转钱呢？那不是一个工作的一个生活的吗？我想的是有一个微信就行了，那工作就是工作了，生活就是生活了，分开了。是吗，妻子？你不是偷看了吗？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但是你这个事情是被我无意间发现，而且他的手机密码就是从那段2024年那段时间开始，他的手机密码改了，而且上厕所、洗澡就拿着手机防我和防贼一样。不怕淋湿了？不怕。那是因为啥？半夜我回来晚之后，他从他的屋跑我屋去，我睡着了翻我手机。你俩不睡一屋啊？室友。你跟闺女睡？那闺女我赶出来，那闺女也得有人看着。哎呀，还有什么让你觉得蹊跷的地方吗？还有就是外面有我们共同朋友的欠款，我就跟他说，你去把那个该要的欠款你去要一要，对吧？然后我每次去让他要的时候，他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人家等一等，要逼急了，就是能拿回个1000、2000来。然后有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说你去要不回来，那我给你朋友打电话要。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说最近经济困难，你把钱还给我们吧。他朋友给我来了句，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生气。我一听这句话，我心就凉半截了，那肯定是有事儿呀。他朋友以他朋友的名义借来的钱又转手给他了，其实就是这个钱就是他借的，他骗我的。你拿钱干什么去了？我这个车他需要押钱呀，你不给人家付车款的话，这个人不给你车呀，我得收了车之后放我这卖。那你好好跟他说呀。那说了之后他不同意，再干起来怎么办啊？他一不如意就开始吵，那吵的到时候邻居都知道了，我也不能让邻居天天说这一家天天吵架，天天吵架。但是我听这意思，你爱人也支持你二手车这是工作对吧？对，这不是挺支持的吗？他就想什么，他都想掌握点儿，因为家里钱都在他那儿，那我也得生活呀。是我得出去有个朋友有个局啥的，一块吃个饭啥的。而且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这个二手车行业也不好，我就说你赶紧出去再找一个工作干，不要死靠着这一个工作，对吧？现在经济压力挺大。是他听了我的话，出去朝9晚5上班去了。每个月15号他所谓的发的工资也按时给我。您猜怎么着？他那工资其实是拿我们另外一套房子抵押的贷款，用于给我每个月发工资，而且还他各种剩余的贷款。我怎么知道的？是因为他各种还不起了，而且他这个钱花的差不多了，然后他才迫于无奈跟我说，我才知道的。当时我也是差点快气死了。房子什么意思？抵押了是吗？对，房子押了，那得用于我这个收车卖车这个资金不得押车吗？那你给他发工资发的是什么钱啊？之前行情好的时候，不每个月往家拿个2、3万、几万？是二手车的盈利，对，其实等于是这个意思，是吧？不是这2年不是行情不好，我也不想让他压力太大了，那不是想过得好点吗？这个贷了多少钱呀？贷了60、70万吧。他兜里还剩多少钱呀？兜里反正现在就还剩几个车，然后剩下的都是正常的日常花销了。哎呀，那现在这前后你们统计过吗？家里边这个银行贷款也好，抵押贷款也好，这负债多少呀？负债的话，将近小100个了吧？这小100个其实都是没跟你商量的。没有，包括今年年初的时候，然后我女儿收的压岁钱嘛，大概也不多，6、7千块钱，我就明确的告诉过她，我说这个钱你不许给我动，我是要给闺女交保险的，因为转过年来就要给她交保险嘛。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她又偷偷拿走了。你说有她这么办事的吗？孩子保险的钱她都要惦记着。那我之后也和她解释了，那不是当时那个朋友开着我的车那个出去的时候撞了之后，那修车只有一个交强险，那得赔人钱。那车是我的，那我只能自己出钱修。那我这个事儿我又不敢和他说了又得干仗。后来我给他补上了，他发现之后。你现在有收入吗？平均每个月能有多少收入啊？开车的话有个1万左右，然后店里反正
有赔有挣的，这没法统计，因为车他只有卖出去，他才知道多少钱。所以你小片当中说，其实你这个过得挺压抑的哈。对，就是这个氛围感觉很压抑。没有办法跟妻子好好沟通一下吗？就现在这个生意啊，或者现在经济的现状，你们共度难关啊。现在感觉就是两张皮，各想各的，谁也不通气儿。我回来比较晚，一累一天，没有那个心思去和他沟通，再加上有时候沟通起来，再点着他那个火药桶，再打起来了。哎，你有没有因为就是现在这种现状啊，故意不想回家？所以你说你在什么充电的时候睡过去了，是不是就不想回来呀？对。他有这种情况吗？他有一次，因为到20号了嘛，我们要还房贷，他说我去要钱去了，跟那个车商还要不来钱，我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了。然后从那儿走了之后就失联了，各种联系不上，我就怕他是不是跟人吵架了，回来路上出什么意外了。然后我就找邻居帮我围着我们那边一圈一圈的转，也找不着他。然后我就报警了，警察就说没事儿。他一个人围着这个泰安城区转了100多圈了，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你们家楼下。你们知道在哪儿找到他吗？在我们家车库里找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那个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刷手机呢，手机也有电也有信号，那为什么就不能给我发个信息打个电话呢？那个时候我们家孩子刚生病，生了20多天，那天刚好不发烧，我寻思今天晚上可好了，能安心睡个觉了。他心疼过我们吗？也就是说，他宁愿睡在车里，也不想回家。他玩失踪。女士，你们确实需要心疼你和孩子哈。他需不需要人心疼啊？我知道他辛苦呀，老师。你工作吗？我之前是没有工作的，孩子上幼儿园之后我是有工作的呀。我既工作，我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家呀。就其实你是很努力的为这个家在做贡献的。对。那你觉得他有努力吗？我看不到他的努力。我觉得他一直都是那种无所谓、吊儿郎当那种样子。那你想过怎么办吗？怎么说呢？我就想，因为我之前也跟他说过，我说遇到困难谁都不怕，谁家都有欠款。那我们2个是夫妻，我需要的是一个丈夫，孩子需要的是一个爸爸，对吧？我们应该就是抱起膀来，大家一块儿共度难关嘛。你为什么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呢？这也是我今天要来的目的。那你想过放弃这段婚姻吗？怎么说呢？我们24年年底的时候离过1次婚，就是已经到民政局了，然后各种手续也都填完了，然后下一个叫号就马上叫到我们2个了。然后这时候我婆婆给我打电话，把她就是拽回家了。那次她跟我保证过，就是说以后跟你好好沟通。然后我就寻思再给她一次机会吧，也是看在我们家孩子的面子上。孩子知道你俩闹矛盾吗？孩子知道，我们家孩子今年4岁，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说：“妈妈，你不要离开我，我跟着你。妈妈，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孩子是知道的，所以我就寻思，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嘛。那咱现在捋现实的问题啊，你们现在居住的这套房子是已经抵押贷款贷出去了是吗？是另外一套房子。那套房子抵押出来60、70万，如果还不上这个抵押的这个钱，他还剩下多少在手里？我不知道。那个房子值多少钱？你不知道吗？值100个左右吧。那你现在这套房子有房贷吗？有，1个月5000块钱左右。哟，那也不低呢。所以本来挺恩爱的夫妻哈，因为经济问题怎么走到了今天这种完全像不能沟通啊？丈夫宁可在后备箱里玩手机都不回家，然后妻子就是一次次含着眼泪，就非常的煎熬。对，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哈？有没有什么解决困境的方法呢？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啊？爱情最好的归宿是婚姻，但是在你们这段婚姻当中，很显然，妻子她变成了一个怨妇。妻子确实急，脾气大，但是谁在给她雪上加霜呢？您现在让我看到的很多的是家庭冷暴力，您的这种冷暴力很有杀伤性。我希望丈夫在今天既然来了爱情保卫战，就坦诚地说一句，还爱不爱这个女人，留不留恋这段婚姻。如果不爱了，就明明白白坦坦荡荡地说清楚，就是对她最大的尊重。
所以今天丈夫，我希望你像个男人，有个态度。谢谢。哎，丈夫，你觉得你妻子讲理吗？这有时候还是不是那么讲理。你看，那这话的意思就大部分时间你觉得他是不讲理的。这夫妻共有财产，你把这房抵押了，换成钱，然后再换成车，咱说实话啊，挣了还则罢了，如果不挣的话，赔的是你们俩的共同财产，人家有知情权吧？你偷着把这房抵押了，算怎么回事？还有借钱这事儿，托朋友借朋友的名义再把钱借出来再给你，我不知道你在折腾什么，这是让我很费解的。我只能善意的去想去理解，就是因为你媳妇儿不讲理，你害怕，你不想跟她吵，你又吵不过她，你又各种理由裹挟的你，哎呀，不想让孩子看见，不想让邻居街坊听见，我不理你，我忍着还不行吗？我躲还不行吗？你这不就是在逃避吗？你越躲他越追你，然后你还没有地方说理去，你觉得这日子过得下去吗？再说你这边，你老公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呢？跟你这脾气有关系吗？你觉得在你最激动的时候，还加上你晕我，他是不说话好啊，还是跟你对着干，两个人卯足了劲掐一回好啊？以我的性格的话，我是希望他还不如跟我干一仗呢。那是你希望，第一他不敢，你再晕了怎么办？算谁的呀？对吧？再往说，一个男人在家里边忍让自己的妻子，体谅自己的妻子的表现，其中一项就是我不言语，我不能瞎指挥，家里你说了算。但是你老公懦弱的地方就是在于，我在外边还没能耐，我还没挣着钱，我还没辙，我回来还得想尽办法去捞着钱回来，哪怕是欺骗，换来钱之后，我还得给你，让你看我这点面子在这儿呢。这面子要它有什么意义啊？脾气降一降，话多一点，勤沟通，还有希望把现在这破裂的感情啊往回圆一圆。我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我盘了盘啊，就我算了算账，我觉得你家没有那么糟糕。对呀，对呀，给他有2套房子，一套算是你们的投资房，是不是还出租呢？对不对？然后抵押贷款是贷出钱来了，这些钱也没有出去花天酒地了呀，它还是换成车了呀。虽然车有所贬值，你们资产有点缩水，但实打实还在那儿啊。你们有自住房，年轻人有点贷款也非常正常，两个人还都踏实肯干，怎么就把日子说的好像天塌下来了，过不下去了？干啥呢？把日子过成这样？那不是平时有时候怕他脾气大。你可拉倒吧，你有那么惨吗？你想干的事儿你都干了，你气得他从一个原来还算脾气虽然急也没发疯的人，今天都被你逼疯了。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落得这样的地步啊，我个人不同情你。虽然你该努力努力，该付出付出，也辛劳了，但你拒绝沟通，你把自己当一个让对方感觉一拳打在棉花团上的那种糟心和痛苦，我觉得这种冷暴力啊，比你真的跟他干一仗他还难受。他为什么能把自己说的气晕了？他真被你逼疯了。我觉得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解决困境的方法有各种各样，最可怕的就是冷暴力。你们自己想去吧啊！如果愿意过，请都调整。先生，不要再欺骗了，踏踏实实干，别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好高骛远的、要面子工程，没用。家不是面子工程的地方，家就是一步一个脚印过的地方。妻子，如果你不能改脾气，他不想看到你这张臭脸，你就躲得远远的，回娘家去。你也别每天给他臭脸折磨他，好吧？停止消耗，找回自我。谢谢。行，其实我对他有没有小三儿这个事情我是存疑的，因为他确实是有未知的时间、空间和未知的金钱流向，不知道去哪儿了。那么第二个点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在那绕了100多圈，最后你在你们家的那个地库的后备箱里找着他，然后他是有信号的，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是在私信女主播呀？那说不准，反正他有没有他是不是天天刷抖音的之类的啊？刷，
所以我说他如果就是他现实生活中没有找到一个现实生活中跟他有情感链接的人，一个人一定是需要情感链接的。如果他与你链接不了，他在你们家的环境中他跟他女儿链接不了，那他一定还有一个出口，否则他把自己藏起来干什么？他的那个出口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没有。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男人的某一个阶段他会想去证明自己，他就会活在这种虚假的谎言当中。他开始自己骗自己，但他自洽了。但是他有一天他的真相被戳破了，那个人其实他很脆弱的，你知道吗？他其实比你更需要拥抱，他更需要温度，帮助他去面对他现在这个残破不堪的这个现状。你不要一直去问他为什么，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你要一直告诉对方说我还在，我还在，我还在。你也不要再来就是说他带给你的这些冷漠、冷暴力或者怎么样的，大家都是互相的嘛。先生，我觉得你也应该跟你老婆说一句对不起，然后跟他说一句我爱你，我觉得这个事儿解决了。女士，如果有一些你对他的推测成为了事实，比如外面有情况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选择原谅还是选择分开？如果他外面欠债的情况下，我愿意和他走下去；如果他外面如果有情况的情况下，我不跟他走下去。坚持好自己的原则。丈夫听到了吧？听到了。我认为在解释这些疑虑，或者说把以前的事情咱们能够过去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需要你们俩做一个对账，不能说100%对上，至少90%以上要对得上，才能够对于过去我们做一个完整的复盘，我们才有可能坦诚的开始下一步。这个勇气，丈夫你有吗？可以，可以，你说的可以，我信你。因为在这段婚姻当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因，导致这个结果你们双方都有问题。你在用暴力表达你的诉求，他在用隐瞒去掩盖困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出入。所以说让我们面对这个事实吧，只有拿出这个勇气，客观的去面对这个事实，然后我们才能从真诚开始下一步。就这样。你们也别着急现在就表态啊，也坐下来认真思考一下老师们的这个分析啊。来，我们请两组嘉宾交换位置。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杨先生22岁，来自辽宁，个体；周女士22岁，来自辽宁，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在感情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觉得他一身臭毛病，太小孩子气了。女王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类型的，从来都是我哄他，我感觉我太累了。我的一切都要管着我，贼难受。你觉得你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不知道，但是想结婚，彩礼的数肯定不能变。这么多年的感情在这儿呢，是肯定要结婚的。18就在一块儿了，18就在一起了。哦，那这发生了什么事儿吗？还是一直以来有矛盾？也是属于说一直以来就有矛盾，但是近期是不是准备要结婚了？感觉他不是很喜欢我，是啥？不想结婚，还是怎么回事？我一直提结婚这个事儿，他就是躲避。不是我不喜欢他呀，那我们两个其实之间存在的矛盾啥的也都挺多的。平时他就是这个人吧，特别愿意打游戏，然后平时本来他就上班时间特别忙，然后吧我俩属于现在是异地，他不在我们家那边，他本来也就没有时间陪我，回到家了还是吃饭时候玩游戏，上厕所也玩游戏。正常人上厕所的话，可能也就10分20分的就结束了，是吧？正常3、5分就结束了哈。他都得半个小时起步，有的时候甚至都得1个小时。你出来了不好吗？干嘛在里边空气也不好？出来他就直说呀。我呢上班没有时间去看手机，下班了浑身一天了也挺疲惫的，吃完饭洗洗漱就睡觉了。可好不容易放假了，有机会给他家我玩手机，他就直唠叨我。那你就没想着平常也见不着女朋友，好不容易放假了回家见着女朋友了，陪陪她呀，非陪手机呢？你看他点头的，那你陪我呀？我俩也不能大眼瞪小眼从家干待着，我也教过他玩游戏。那他人说了，说这个我可不玩，小孩玩的。那你玩游戏的时候他干嘛呢？他从那看电视剧呢，属于
不是我不愿意玩，是我俩一块玩的时候，我这人我也不擅长玩游戏，我玩不好，他就跟我不耐烦，然后又说我菜，说我笨啥的，那搁谁愿意学呀？不，那你俩就都别在家待着，出去溜达溜达，见见朋友什么的不好吗？我主要是累挺，好不容易放假想从家躺着歇歇。那时候正好想找他朋友帮家里就是干点活，给饭桌上他一句干活的事儿他不说就算了，还在那儿一直玩游戏。你不感觉给外边跟别人一起吃饭还给那玩游戏特别不尊重人吗？这也不是别人，从小玩大了的朋友，有啥不尊重人的？人家都没说啥呢。再说是我们俩一起玩的，也不是说我自个儿从那儿捧个手机玩。还有人刚开始就说了，说他家也他自个儿一个人，要不你等我干完我再帮你干。那我还咋说了？就再者说了，我求他办的事儿，我也没耽误你啥事儿吧？你就不至于说是总替我操心吧？哎，这他打游戏耽误过啥事儿吗？耽误过呀。上次我生理期，然后吧，我本来肚子就特别疼了，说话都费劲那种。然后那时候正好他也是请假在家里嘛，我说我渴了，你帮我接杯水去吧。人家说等我这局游戏打完的，别磨叽了。那游戏咋就那么好玩呢？给我倒杯水的功夫都没有吗？水是不是给你倒了？我还看你生理期，你说肚子疼，我给你倒点红糖，倒点热水，等那个几秒钟。那又不能耽误啥事儿。他是像这个今天这样好好说话呀，还是平常跟你沟通的时候脾气也大呀？平时他脾气就特别大，就因为一点点小事他都能跟你提分手。就像我俩刚在一起那时候，甚至还跟我动手了呢。那时候吧，我俩给小酒馆，然后吧，我上个卫生间的功夫，人家跟人隔壁大哥拼上桌了。我说这啥意思？他那意思说这个大哥把我们这桌账给结了，然后就说大家一块喝，喝完赶紧走就完事儿了。那我也为了表示客气，是不是啊？我就敬人家一杯酒，当时那眼神就可狠了，就瞪着我。你说我一个当男朋友的，见着自个儿一个女朋友管比另外一个男的就那啥，我心里能得劲儿吗？那你不得劲儿了，怎么处理的呀？吵架生气了，骂人了？没骂人，动手打我了。我说当时你啥意思呀？我说我敬酒也不是为了别的，是不是？我就是为了谢谢他。再说了，也不是我要求的跟他一块儿，是不是啊？是你自己要求的。然后他就给那块儿，他说你别跟我说这些没有用的。完他就要走，然后我就薅他完他就这样式儿的，就把你推地上了。对，他经常这样发脾气吗？经常。就像上次他给工地干活，他说那个你让你妈给我做点卤大虾啊，然后我带给工地的工友们啥的，大家一块儿吃。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你把费用这个钱买虾的钱给我报了吧，直接给电话里边，然后就说啊，你还管我要钱呢？那以后我的钱你也别要了，咱俩直接分了，别数了得了。那你给我打电话，你说那个，你把钱给我白给你做虾呀？那别人都听着了，人寻思我得吃你个虾得踏多大人情啊？我得把我的面子往哪儿留啊？我就是开玩笑的意思，管他要钱，我又不是真的管他要钱，是不是？再说了，这点小事我觉得不至于提分手吧。那你既然提了分手，你这个要面子的就分了呗。舍不得还是啊？那也不是他哄的我，是因为当时我给他一顿打电话，一顿发消息，所以我俩才和好的。哦，你哄的他，每次都是我哄他，他压根这几年就没哄过我。他每次经常哄他吗？1个月我俩得吵个10回8回的，每次都是我哄他，就可能哄我的次数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你说这话，咱俩在一起。不是你逼迫，为啥我脾气这么大呀？他咋逼迫你了？我俩处了5年对象，手机里装定位，天天看着。我从那个外边上班嘛，下楼买包烟的功夫，他都得问，啊，你干啥去了？这么半天呢？真有一回，我说那个下楼时间长了，碰着个朋友，唠会儿嗑呗。那我手机不静音了吗？说你那手机是摆设是咋的？那不行，那咱就用老年机得了呗。是因为当时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他都没接，所以说后来我才生气的。平时从他那个宿舍到超市可能也就2、3分钟，然后每次回来他都给我录个视频，告诉我就是说他回来了，或者给我打个视频。那次他一次去了10多分钟，然后打电话又不接，那搁谁不着急呀？所以说我才那10多分钟能干啥呀？对啊，那谁知道啊？万一这10多分钟之内完了吧，他就跟别人定好了，又出去喝了，是不是啊？那谁也不知道啊。哎呀，那他要和朋友出去吃饭喝酒啥的，你放心吗？我跟着呀。你每次都跟去吗？对，如果我不去的话，他也不去。跟着愉快吗？不愉快能怎么办？不愉快不也得跟着吗？我感觉挺愉快的。我放假回家，群里头我约几个发小嘛，吃点饭。完人说大家都
别带女朋友了，咱吃完饭咱也回家了，也不能干啥去。我这时候我一跟他说，他说不行啊，你要不是不让我去，你也不行去，你就别出这个门儿。我说那没招了，那去吧。到饭桌上呢，没叨两口呢，人就开始给我发微信了，说那个回家吧，我坐不住了。完我说等一会儿吧，咱别着急，来都来了。人家不行，不乐意了，当场就把碗摔完之后，话都没说就走了。那当时我也给你发消息了吧？我说我坐不住了，本来那天吧，我身体我就是也不太舒服，我脑袋挺疼的。再说了，一个女的都没有，都是男的，他们搁那块说话，我都插不上话，我就他不告诉你了吗？都是男的，你为什么要去啊？或者你就先走呗，你要不舒服。对，你先走呗。那你说，如果说身边一个女的都没有，他们几个老爷们儿，万一吃完喝完以后，然后又去那个唱 K 了，那没有女的管制，他们能行吗？哎呀，他是有过这种前科吗？没有啊，那等发生了不就晚了吗？那你靠看能看得住吗？对呀，跟着呀。你这等于这监视吗？这不就是？哎，你是不是老看他的手机什么，想看到有没有蛛丝马迹什么的？看吗？看呢。人给我定了3条规则啊，下班了回家你得必须查一遍手机，上完厕所还得查一遍，睡觉之前我要睡着了还得给我扒拉醒了，我们俩一起看。不是，你别说那话，那是我愿意看的呀。男人就得，我觉得就得管着呀，是不是啊？那等看着啥就晚了。平时的话，再说了，我也不查你别的吧，我就查3个软件吧。没啥事的话，我就看看他那个账单啥的。没查出来问题是吧？我万一删了呢？这确实是中国女性当中查手机查的最干净的，一天3查。啊，对呀，不是你5年都没查出来啥，人家说咱结婚吧，人家小伙子也没说啥，那你咋还不愿意结婚呢？他的毛病多多呀，脾气那么大，然后没啥事儿吧，哎，又爱玩游戏，然后他还爱喝酒。你看他这体格子都这么胖了，200来斤了，脂肪肝，高血压。对，上回就体检出来有高血压了呀。我说不让他喝，让他戒了，他也不听啊。这么年轻就高血压呀？对呀。其实老师，我想说一句，其实我血压我不高，我工作这个东西吧，它就是有经销商跟人对接，人家把货送来了，人家就是说请我吃点饭。第2天吧，喝完酒，公司要体检，这就查出来了。当时那酒劲儿不还没过呢吗？能高点，没说他那邪乎特别高。不是，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就爱喝酒，老喝酒吧？你现在不高，回头说不定哪天高了呀？你是不是爱喝酒？你说我不喝酒也不行，不喝酒我融入不进去我这个群体，因为我上一边吧，我属于啥呢？我刚去只是一个看电脑的。你只有我干不过人老资历的那些老员工，挣不过人家就是很多就是决定吧，就是在人就是酒桌上，人一句话的事儿，酒桌文化。对。那你应酬的时候你喝，平常他喝吗？喝呀。那时候我俩给北京上班呢，本来时间吧，就是说挺宽裕的，下班也早，上班的话也挺晚的，就是说7、8点上班，晚上可能他9、10点钟就睡觉了。然后那时候吧，我就看他，我就寻思这人咋的，就天天睡不醒似的，迷迷糊糊的。然后我寻思可能是不是太胖了呀？我说那个血粘，所以导致你天天迷糊。我说你减肥吧。我说那饮料啥的你就别喝了，然后吧，平时大鱼大肉你也少吃。然后他那时候吧不听，天天喝饮料。然后吧我就寻思，我说这个那平时干活那么累，那你要非得想喝就喝，平时少吃点就完事儿了。有一天那个饮料给家呢，我也渴了，我就拿起来我就喝了一口，那里边哪是饮料，人家给我装上白酒喝了。那你说你是上那上班去了，还是上那嘎喝酒去了呀？你说去那么大城市，我看人家工作这个群体，人家手都负责好几个活，我刚去，我啥也没有。我搁那干坐着，你说我能不上火吗？但喝酒能解决问题吗？那我解决不了，还费钱呢。哎，这个女生说你现在是在家不工作哈？那她说压力那么大，你为啥不工作呀？不是，我之前也想过出去工作啊，是她不让。那你这现在这开销都靠她吗？对呀，她赚钱教你。对，教你多少？都给我。哎呦。能给多少每个月？有的时候6、7千。哎，你女朋友管钱管得怎么样啊？她对我属于说是啥呢？一天30块钱，给我整一张那叫亲属卡呀。不让我多花也，我一天我就这俩钱啊。那还喝酒？你咋就不够花了？老师他说这个的话，我得解释一下啊。我不是每天只给他30块钱，他每天在工地上班，他早中晚饭他都供。
不需要花钱，而且上班的话也都有班车，也不需要花钱。那30块钱就相当于他的一个零花，而且那个亲属卡我给他设置的额度1个月也有3、4千块钱呢。不是有3、4千，这还是可以的啊。但是我告诉他了，每天只能花30。有特殊的事儿再花那3、4千。那除过他花的钱，就是交给你那部分钱，他管理的怎么样，小伙子？我们俩属于现在暂时阶段属于月光族。你不是就花30吗？怎么会月光啊？6、7千全没。比如说这个月给我列个清单，说这个化妆品呢，我必须买呀，下一个月没有用的，这个可以，我没毛病。我那个这件衣裳啊，我看中啊，挺长时间了，这我也得必须买。我发1大趟子，但凡有一件没买都不高兴。不是，那你俩这积蓄也没有，这女孩工作也没有，这咋结婚呢？靠他家里呗。哦，商量过了。对，然后吧，我们双方父母啥的也都见面了。之前他答应过我，说给我18.8万的彩礼，然后但是饭桌上也没有谈过彩礼，就父母啥的。然后的话，我妈之前确实是挺不看好我俩的，因为我妈就是瞅他这个面相，我妈说过，说这人可能脾气不太好，说你俩要在一起的话，肯定他不能对你好。然后后来吧，我跟我妈说，我说他以后能给我18.8万彩礼，我说人家都答应我，挺重视我的。我妈感觉这小伙还行，然后现在他告诉我只能给我10万块钱，缩水了将近一半。对呀，那我跟我妈的话，我也没办法交代。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寻思我以后能越来越好呢。但是现在他不让我去参加那些社交了，我工资他也是减半了，我这工资底薪只有3500，我只能说靠那个提成奖金去往上升。你家里不能支持你一些吗？结婚？家里条件也不是说太好，所以你要结婚的话，是基本要靠自己的，是吧？对。那你还愿意嫁给他吗，姑娘？其实还行吧，不能一半一半，我觉得。那你讲讲吧，一半想嫁给他是为什么？另一半不想嫁给他又是为什么？因为我对他还是就是说挺有感情的呀，所以说我想嫁给他。毕竟我俩处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如果说没有感情的，可能早就分开了。而且在我们两个谈恋爱的这个过程中，我属于是低头的那一方。啥叫低头啊？就是每次都是我承认错误嘛。就你也付出很多真心啊。对，如果说我要不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可能早就不跟他在一起了。你承认错误没办法呀，他养着你啊。那如果说我俩不在一起了，我可以去干我喜欢的工作呀，我也可以养我自己呀。那他在你也可以去找呀，为什么不去找呢？他不让我去呀。之前他妈给我介绍了一份，然后吧那个时候我也去了完了之后他也不让我干了呀。啥工作呀？就是酒店的一个前台。这不挺好的吗？这好啥呀？你不行。我受不了自己女朋友出去让别人看着。那为什么要做服务业呢？他可以去做产业啊，到实体产业去打工，不是蛮好吗？工厂啊什么，现在收入都不低呀，靠手艺吃饭，靠勤劳挣钱呀。老师，我也感觉这些厂子吧，也不适合他，也挺辛苦。辛苦是辛苦，所以你就不想让他工作是吧？我现在我不想让他工作，但是他待不住了，他想出去工作。那是待不住了吧？你这话想的，你们俩人太……哎呀，那是你供不起了。他又不让你喝酒去应酬，是我知道喝酒不好，高血压什么的，对，容易出问题。但是明显他现在这个工作不出去应酬去，不跟人建立好关系，他就拿不着单，没有活。除非你让他改行，他现在就是挣不着钱。你现在还是月光，你还不上班，然后你要去干这些工作，你觉得你行的，他又不放心，你们俩等于自己把自己饿死了。然后还要结婚，对呀，咋结？有没有什么解决困境的方法呢？老师们有什么建议啊？女生、男生动不动就说要和你分手，你怕和他分手吗？怕。为什么怕？我不想分手啊，因为我害怕我俩分了，他就跟别人好了。那你也可以和别人去有爱情啊。我不想。不是不想，您现在已经温水煮青蛙，您已经把这只青蛙煮熟了，才22岁呢。你再不去工作会废，你只能依赖着这个男人。虽然他有这么多毛病，你只能忍气吞声，您连爆发的权利都没有。每个月到了有人给钱，然后我只要盯着他就可以了，其乐无穷。你是自己在麻醉自己。等到这样的一种舒适圈被打碎的时候，你怎么办？我希望你自己去问一问怎么办。谢谢。男生，你觉得你压力大吗？
挺大的压力。好，问女生，你觉得听话吗？不听话。好，怎么才算听话？你想好了再说。他每个月都把钱全给你，他每天只花30块钱，你说打电话就问他干什么，他马上就得回答你。你把他的人身自由全部都控制好了，你告诉我他什么不听话？喝酒算一个不听话，对吧？对，你是为了他健康。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像没了。你见过哪个男的现在出门每天只能花30块钱的？可是他有的时候也能花40啊。你能明白一个问题吗？你们俩还没结婚呢，你现在只是仗着他听话，你们俩的感情在这儿，他喜欢你，你才能现在这样在他面前说一不二。你要把这个事儿搞清楚，你不占优势。现在他现在突然脾气真的大了，真的耍起来了，他连理都不理你，你连打官司告的地方都没有，你俩没结婚呢，明白吗？明白。还傻乎乎的呢，还觉得啊他不听我的，人家凭什么听你的呀？你俩连婚都连证儿都没有，你俩都不合法，爹妈认了管什么用啊？还有一个，你们俩处这么多年了，双方父母都见了，他们家什么财力你知不知道啊？差不多。差不多18万8，他给得了吗？给得了。他家给得了，他给得了吗？给不了。他为什么给不了啊？挣的太少了。我现在告诉你，现在就你这么个花法，就他这么个正法，你们俩人月光的情况下，现在22岁，你们俩30多岁能把两家所有的老人全吃空了。你们俩未来敢要孩子吗？你们俩的未来出路在哪儿？咱就更别说你根本就不会持家，兜比脸都不干净，你们俩跟我说要结婚，你们父母只是同意你们俩在一块儿了，你们父母得操到多少岁的心才能放心让你们俩独自生活？你们对得起父母吗？好好想一想，22岁的朋友，好好想一想。我说完了，谢谢。姑娘，你跟他谈了5年恋爱了，你从学校走出了这么多年，你学不了一门手艺吗？你干啥呢？每天浪费生命，看着一个22岁的男人，怕他变心，他才22啊！如果你们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去读书的话，现在还没大学毕业呢。男孩也是，你22岁就拿出一副大老爷们儿的样，不让自己的女人出去抛头露脸，你这哪儿来的这个恶习，哪儿来的这种陋习呀？啊，谁教你的呀？我觉得你俩别谈婚论嫁，先谈谈个人发展的事儿吧。接下来你不要把钱交给他了，你把钱交给父母吧。留你这儿你也都霍霍了，留他那儿他也霍霍了，因为你俩就不具备过日子的能力。好，谢谢。我也赞成说你不要把钱交给你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女朋友在养成一种惰性，她这种惰性是我觉得是你惯出来的。22岁年纪你不出去提升自己，你不去学一门手艺，你哪怕就算你不愿意出去社交，你在家里面做个兼职，在网上做个兼职其实都可以的。为什么要每天过这种掌心向上的生活？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每天我回家想到你，我的天哪，就像一个牢笼一样，你就像那个监狱长，你每天来看一眼啊，他像你的囚犯奴隶，我觉得对男孩挺不公平的。说实话，你被30块钱套牢，你被40块钱局限，也不是。不要被，我觉得大家不要去上这种东西，就你钱是控制不了一个人的，而且你剥夺了他的劳动价值，你是更加不可能让他从发自内心的去喜欢你，去欣赏你的。你只有去鼓励他有更多的劳动价值，要跟你一起分享，你也要鼓励他去创造劳动价值，你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我觉得才是一个优质的，一个可以走下去的一个良好的关系。我觉得大家都成为大女人、大男人，我觉得这样就好啊！现在就不要聊什么结不结婚嘛，大家各自先去赚钱嘛，找工作吧，好吗？我其实真的建议你们啊，拉开一定的距离。现在你们2个人靠得太近了，近到一方累，一方觉得窒息。你们在一起一个定位，其实锁住了2个人，你们俩其实都很不舒服的。但是你们现在习惯了，这是因为你们在很小的时候，你们就决定在一起。慢慢在一起，到底是因为需要对方，还是因为习惯，还是对方就是你的全部，你们搞不清楚。你们没有见识过真正的世界，
你们没有用独立的人格去面对这个社会。男生好像是有了，但实际上你一天只能花30块钱，你没有。女生好似拿过了男生全部的收入，但那不是你的，她随时有一天会要回，你一无所有。为什么你不能去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为什么你不能去正常的社交？为什么？因为你们彼此都是自卑的人，你生怕他被过多的目光关注之后他变心了，你也生怕他跟一些狐朋狗友在一起他也变心了，对不对？那不都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吗？你们对这段关系的不健康的一些所作所为，都是不信任自己能够拥有一段健康的关系，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先去考验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让对方即使在千里之外，心还在自己身边。你们对这段关系太扭曲了，所以你们现在真正应该做一个独立人格的成人。女生自己去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吧，哪怕她挣不了多少钱，但她都是你的。男生应该放手，你会发现放开他之后，自己好像一下就可以呼吸自由了。所以远离对你们健康才是真正的一个维护，好吗？好，带着老师的建议啊，你们也思考一下，请两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边，看看你们最终选择是怎样。来，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这个情感困惑来答疑解惑，还有机会和老师们连麦互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夫妻，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请开门。会出来的，我也相信没问题。哟，你看哦，哎呦，牵着手，这得鼓励一下啊！人家堵着门站呢，人家。哎呀，这太太终于笑了哈！哎呦，呵，轻快了很多呀。达成什么一致了？就是他刚才说他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和我沟通，及时交流，然后我的脾气也收敛一点。哎，这有道理。其实过去的让它过去了，多说不如多做，发脾气不如彼此拥抱。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好好拥抱一下。你看妻子多幸福，挺高兴的。她很爱自己老公，是找不到方法。好，来，请亮灯吧。妻子不好意思了啊，希望你们一直牵着手，拥抱走下去，好吗？加油啊！再见，再见。哎，我们也看到丈夫在这个场上有了笑脸啊。好，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通过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那可以向我们取得联系。记住啊，我们报名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小心上当受骗。那我们看看第二组情侣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请开门。这个很纠结，这个还真有点纠结了。至少现在别结婚吧。对，不会出来了。哦，哎呦，没有，哎呦，这是不结婚了也不恋爱了吗？不至于吧？我觉得分开一段时间好，真的，他们还真是需要去冷静和反思。我倒更愿意接受这个门没出来，是想彼此冷静一下，好好审视一下这段关系，看看下一步我们怎么发展。对，才22，他们俩不着急，对，各自找到自己成长的方向，两个人才能携手成长，好吧？也把祝福送给他们，也感谢老师们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